Hello， 大家好，今天想要来跟各位讨论一下数值膨胀这件事情，让我们开始吧。那今天我们来观察趋势的分类，会用类型来做区分。那智慧型的话，我们会来探讨一下它的伤害变化，毕竟这是主要打手在做的事情。敏捷型的话，虽然现在感觉是一个比较中立的类型，但我们还是会以伤害来作为它的判别依据。那力量型，也就是坦克，我们当然要注重的部分就是它的坦度，也就是体力。所以力量型我们就会用体力来作为它的依据。那首先来看一下智慧型的伤害变化趋势。数据的统计区间，我们从2021年的1月统计到链锯人合作，也就是2025年的8月。那很明显的，这个趋势线就告诉我们，它是呈一个在成长的趋势。那可以看到有几个高峰跟低峰。那在看这些高低峰之前，我们先把几个重要的时间轴给标出来。那分别是2022年7月，也就是9星登场；2023年12月，也就是所有新角色都有9星进化，以及2025年的8月才能系统更新。那从这张图，其实也是我在制作之后才发现，这3个区间其实都有一个明显的平均值，也就是明显的数值平均值。可以看到9星登场前的数值其实都普遍较低，在第二阶段，也就是9星登场到新角色全开放9星进化这一个区间，可以看到是比前面有在稍微提高一点点，但智慧型的部分我觉得稍微比较不明显一点点。智慧型有比较大的变化是在新角色全部开放9星进化之后这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其实就有不少的角色，比如鲁迪、狂徒、费伦、慧这些全都是攻击力9万以上的伤害。狂徒只有8.5万啦。那神乐的话也是攻击高达10万，可以看到很多数值怪的角色都是聚集在新角色全部开放9星进化之后的这个阶段里面。那所以现在看起来，如果智慧型的伤害在8万到9万之间，才是目前环境的平均值。低于8万的这个数字，我们可能都会觉得这个数据偏弱了。接着来看一下敏捷型的变化。那敏捷型整体的趋势也正成长，但趋势稍微比智慧型还要趋缓一点。那这部分我觉得是蛮正常的，也不会太意外。毕竟敏捷型基础伤害大概也是智慧型的一半甚至2/3而已，所以它的趋势本来就会比智慧型还要趋缓一些些。那一样把这个份表的时间轴拆成3部分，也就是跟智慧型一样，22年的7月、23年的12月跟25年的8月。那22年的7月可以看到大部分的数据集中在3万到4万之间。那9星登场之后，可以看到数据有稍微成长到3万5到4万5之间，这是大部分数据所在的范围。新角色全部开放9星进化之后的这段期间，可以看到比较多的角色就有突破5万的伤害。那大部分也是集中在4万到5万，甚至5万5之间。那直到2025年的8月，也就是上个月的角色才突破一个新高峰，来到7.7万，也就是我们的帕瓦。所以可以看到帕瓦这只角色的数据真的是相当做坏，比过往很多的角色，应该说比过往所有的角色都来得高很多。那在帕瓦之前的最高值就是2024年4月的鲁迪乌斯合作，那一只是一个小奖，是猫口双胞胎，我不知道它的全名叫什么，因为我没有追那个动漫。那我们撇除这个小奖不讨论的话，第二高的话就是羽前金香。那金香它也没有破无敌的关系，所以其实也没有多少人在乎这只角色。那如果再往前推的话，也就是佐野万次郎，那是2023年的8月合作角色。万次郎的伤害也是有5万，那也是当时的一个新高峰。23年12月之后的1-2年内，也就是第3个区间，其实很多角色都有突破5万的伤害，比如我们的剑客熊大、石田大和这些角色，其实伤害都是突破5万的。所以敏捷型的数据好坏，目前我会落在4.5万到5.5万之间，只要低于这些数字，那这支敏捷型基本上的输出就蛮弱的。最后要来看一下力量型的体力变化，那统计区间一样是从2021年的1月一路统计到2025年的8月。那相比于前面两者的变化趋势，力量型的趋势其实比较有趣一些，它是忽高忽低的变化，这个应该可以有明显的差距啦。那整体来说，它一样正成长，但这个成长的幅度非常非常的缓慢。
那所以这个我觉得也可以非常合理的来描述为什么现在打手的优势会比坦克还来得重要。那也就是为什么 PVP 中我们不太喜欢使用坦克的原因之一。这个我认为是除了打后排以外另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一样，我们把时间轴拆成3部分，分别是22年7月、23年12月跟25年的8月。可以看到，其实在22年7月以前，也就是21、22年这时间，很多就已经有不少的角色有36万甚至38万的数据了。比如我们很常提到的魔术师熊大，他是一个2021年的3月的角色，那当时他的体力就已经高达36万了。我们直接往后推到25年的这个时间点，可以看到很多25年的角色，他的体力甚至不及魔术师熊大。超过魔术师熊大的角色根本屈指可数，也就是2025年3月的象神熊大，以及2025年8月的炼巨人电治。所以可以看到力量型的数据是多么的可悲了吧？刚刚也提到了嘛，这个趋势的变化跟前两者是差异甚大，所以我们也很难直接从这3个区间看出它们有什么实际上的变化。毕竟很多的低谷其实在3个区间都有出现，很多的高峰在这3个区间也有出现。那我们把几只比较著名的角色一样标出来，可以看到魔术师熊大在23年来说，应该说在整个图表来说就已经是很高的数据点了。阿努比斯熊大跟死神熊大这2只角色反而相对来说是偏低个，可是这2只角色是有召唤物的关系，所以或许官方给他低一点数据，我觉得是情有可原的。那一直到2023年12月，阿克亚才再次又突破了一个高峰，来到了40万的数据。阿克亚之后的角色基本上就没有人再超过他，直到象神熊大的出现是43万，以及炼巨人电治的出现是46万，所以力量型的角色其实增长的幅度，我认为直到今天还是没有变化很大。所以如果我要让坦克回归这个 PVP 环境，坦克的数据我认为还得再更高，46万我还是远远不够支撑现在的环境。我认为在超进化基础数据可能要提高到50万甚至55万，才有办法挽救坦克现在在 PVP 中的劣势。那今天用一个比较快的速度把这3种类型的数据变化全部概略看了一下，也分析了一下。那整体来说，我认为银河这个游戏在数据通膨这部分没有到太夸张，因为至少我知道在其他游戏，比如神魔之塔，他们的数据通膨是相当严重的。但这游戏它有另外的问题，也就是智慧型、敏捷型的成长幅度远远超过力量型的成长幅度，所以也就像我刚刚在力量型那个环节有讲到的，力量型的数据要再更高一些，才有办法挽救力量型在目前环境的劣势。或者另一个方案就是我们官方把智慧型跟敏捷型的伤害做个抑制，不要再有这么突出的伤害来破坏现在力量型数据不足的部分。那这个会是另一种比较可以抑制的方式，但它可能连带的缺点就是推出来的新角色可能没办法取代现有的角色，那这个可能是官方也会有的考量。各位还是要做好一些心理准备，就是接下来力量型的角色数据会越做越高，所以能的话囤一些券吧，可能未来哪天出了一些新的力量型坦克出来，那搞不好力量型就会因为这样子再重返现在的环境当中。你对于今天的影片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吧。